在世界的另一端，当你撕开一包糖，倒进咖啡杯，看那细腻的白色颗粒在热气中慢慢溶解时，也许很难想象，在几千公里外的印度西部，有一群女人正在为这一口甜付出她们的子宫。她们来自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，这里被称为印度的糖带，这里盛产甘蔗，是全印度最重要的糖产区之一。地势干旱，土壤贫瘠，却遍布糖厂。糖的生意是这个邦的经济命脉，也是数百万农民唯一的生存方式。但这片看似甜蜜的土地却有着令人心惊的代价。在彼得县的瓦尔瓦蒂村，人们给它起了一个诡异的名字——不孕不育村。在这里，几乎每2名成年女性中就有1人失去了子宫。她们不是生病，也不是自愿，而是被逼。因为在这片土地上，女人的身体早已成为一台可以修剪的机器。在甘蔗收割季节，女人们每天凌晨4点出工，头顶月光，手握镰刀。烈日下，她们连续劳作12小时以上，弯腰砍下成熟的甘蔗，扛上拖车。一季6个月，她们没有周末，没有假期。可她们最怕的不是烈日，不是伤口，而是月经。如果月经来了，就扣工资，请假2天就被换掉。雇主残酷地计算着每1小时的产量。女人的生理周期被视为耽误生产的障碍，于是医生登场了。他们说，你得了炎症，可能会得癌，最好切掉子宫。而这场手术不需要太多解释，只需一份贷款，一次医疗建议。女人们就这样被推上手术台。在这片叫彼得的地方，子宫成了负担，切除成了资格。那些割掉子宫的女人，第2天就重新回到田里，她们的腰弯得更低，血止住了，痛却没走。有人说，他们是印度糖业的隐形工人，但更准确地说，他们是全球甜味的代价。因为这些甘蔗最终会被运往孟买、德里，再出口到世界各地的饮料厂、糖果厂，被加工成我们日常的甜食、饮料和零食。纽约时报曾在调查中写道，印度的糖从贫穷的女人身上开始，在她们的身体里完成第1个环节。本期将带你走进这片甜蜜的炼狱，去看那些甘蔗田里的女人，去发现印度经济繁荣的背后是如何一点点从她们的身体里榨出来的。甜有时并不只是味觉，在印度的彼得，它也可能是血的颜色。印度西部的马哈拉施特拉邦是全国的工业重地，也是一片矛盾的土地。这里的城市闪烁着霓虹，孟买的高楼和证券市场象征着印度的现代化。但在距离城市200公里的内陆，彼得县、奥斯曼纳巴德和拉图尔，这片土地却以干旱和贫困著称。彼得县位于德干高原边缘，年降雨量不到600毫米，土地贫瘠，缺乏稳定灌溉，农民种不出足够的粮食，唯一能维持收入的就是甘蔗。甘蔗是一种需水量极高的作物，但在马邦，这种不适宜生长的作物反而成了经济支柱。全邦超过1/3的农地被用来种甘蔗，因为糖厂集中在这里，制糖合作社、地方政客、地主之间早已形成了固定的利益网络。每年10月到次年4月是甘蔗收割季，这半年数十万名贫苦农民背井离乡，迁往不同的种植区。他们带着家人、锅碗、睡垫，搭建临时帐篷，靠雇主提前给的预付款生活。村里留不下他们，只有到别人的土地上砍蔗，才能换回一点现金。而他们的生活条件极其简陋，当地人称他们为甘蔗女，既是劳力，也是债务的偿还者。每到收割季节，成千上万的农户离开家乡，由中介牵线，组成一对对劳工夫妻。这种配对并非出于感情，而是为了提高产量。男人砍，女人捆，一天能砍出上千公斤的甘蔗。在甘蔗产业链中，女人是最底层的一环，她们没有合同，也没有劳动保险，雇主只关心她们每天能干多少活，一旦生病或请假，就会被扣钱，甚至直接被换掉。
大多数劳工每天凌晨3、4点出工，天亮后开始干活，一直持续到傍晚。男人负责砍蔗、装车，女人把这捆绑、搬运。每砍1吨甘蔗，夫妻2人能得到250卢比，折合人民币不到25元。即便如此，他们也常常被拖欠工资或被扣款。彼得县没有稳定的电力供应，也没有完善的医疗设施。在迁徙季，成千上万的劳工分散在田野间，缺医少药，女工经常在地里受伤、感染、贫血。就是这样的工作环境，没有让他们退缩，但最让他们害怕的不是疲惫，而是月经。在这片以工时计命的田里，月经意味着请假，意味着扣钱，一天不干就少1天饭。更糟的是，劳工营没有厕所，没有私密空间，女人只能在夜里去荒地换布条。如果被雇主发现休息过久，就会挨骂。一些女人试过用止痛药和退烧药控制出血，药片是从小摊上买来的，无说明书，也没人知道副作用。在村庄的口口相传中，切子宫的理由变得合理，他们相信这是医疗建议，也相信这是能让生活继续的方法。没有人告诉他们手术风险，也没有人解释身体的长期影响，因为在这片土地上，身体只是劳动力的一部分，而不是属于他们自己的。乔尔23岁那年，在彼得县的一家简陋诊所里失去了他的子宫。那是一个冬天的早晨，空气潮湿，诊所的墙壁上有斑驳的水渍。医生戴着口罩，语气很平静地对他说：“你有炎症，必须切除，否则会得癌。”乔尔点了点头，他不太懂医学，只是觉得自己最近常常腹痛、流血，干活也越来越吃力。他问医生要不要等几天再做，医生摇头，越早越好。那一刻，他想的不是病，而是工作。收割季还没结束，他不能再请假。他做手术的那家诊所是甘蔗园主推荐的，园主说手术不贵，还能提前垫付，等发工资时再扣钱。对乔尔来说，那听起来像一场救赎。手术费是3500卢比，相当于他半年的积蓄。她没有丈夫，只有3个孩子要养，能继续干活才有饭吃。她不知道自己即将失去的不只是一个器官，而是一部分生命。乔尔的身体从此再也没好过，他常年腰痛，月余之后开始频繁发烧、头晕。村里的卫生员告诉他，那是因为体力透支加贫血。他吃不下饭，也没有钱看医生。他明明只有30岁，却看起来已经50多岁了。在彼得县的甘蔗田，乔尔不是唯一的例外，而是无数人的缩影。纽约时报在2024年的报道中写到，马哈拉施特拉邦1/3的女性甘蔗工人被切除了子宫，彼得县更是全国比例最高的地区。医生与园主勾结，诊所成了流水线。每当甘蔗季来临，诊所门口就排满了女人，她们大多20几岁，有的刚生完孩子，有的甚至还未婚。医生问他们要不要一劳永逸，他们犹豫几秒，然后点头。切除子宫被包装成一种医学建议，也被描述为一种解放。对这些女人来说，少了月经就能多干几天活，少了疼痛就能少挨几次骂，少了子宫就能换来雇主的满意。但没人告诉他们，手术之后，他们的身体会提早衰老，免疫力下降，荷尔蒙紊乱。那些失去了子宫的女人，不仅失去了生育能力，也失去了性功能、健康与尊严。在瓦尔瓦蒂村，几乎每户人家都有一位被切掉子宫的女人。年轻的女孩看着母亲一辈子弯腰劳作，长大后也会走上同样的路。切子宫成了他们与贫困签下的契约。乔尔常常想，如果当年自己拒绝手术，会不会不一样？可他也知道，在那种环境下，拒绝意味着饿死。医生说她恢复得很好，但他知道自己再也不能怀孕，也无法像以前那样干重活。在马哈拉施特拉邦的甘蔗区，割子宫并不是孤立的事件，它是一条链，从田地延伸到诊所，再从诊所连接到糖厂的账本。每个环节都有获利者，也都有受害者。
一切从雇佣开始。前面说到，每年10月，甘蔗收割季来临，原主会提前找中介，中介到农村招工，夫妻一组签下劳务协议，获得约10万至15万卢比的预付款，而这笔钱是债务，不是工资。这也就意味着夫妻完全是贷款打工，而合同上写得清楚，必须在收割季干满6个月，否则违约金加倍。而女工的身体能否坚持6个月，就决定了这笔债能不能还清。在这种压力下，女人的健康变成了风险。原主最怕的是他们停工，因为一旦有人请假，全组进度都会受影响。所以当医生提出切除子宫可以避免病痛的建议时，原主往往第一个点头。对他们来说，这样的女人更稳定。医生得了钱，原主少麻烦，工人也少生事，这对所有人都很好。在彼得县及其周边分布着上百家小型私人诊所，其中不少是无证行医，他们往往挂着妇科医院或生育中心的牌子，实际上没有任何专业设备。医生的主要病源就是这些甘蔗女，她们走进来时腰疼、发热、月经不调，医生很快给出统一的结论：子宫发炎，有癌变风险，然后递上一份治疗方案，子宫切除术。这些女人大多文盲，不懂医学，她们害怕癌症，更害怕失去工作，于是签字同意。手术安排得很快，有时当天下午就进行。手术台上没有麻醉，有时连消毒都不彻底。手术后2天，他们就被要求离开。医生告诉他们休息够了，可以干活。原主再派车把他们送回田地。术后感染、出血、发烧等并发症极为常见，但没人管。一个手术收费3500到5000卢比，诊所利润约占1/3。医生和原主有默契，原主推荐病人，诊所给予回扣。对医生而言，这些病人永远不会投诉；对原主而言，切除子宫的女人不会再请假。而对女人自己来说，这是一场以命换工的手术。这条产业链的背后还有一层更深的结构。马哈拉施特拉邦的糖业是地方政治的命脉，许多糖厂由政客或地方领袖直接掌控。这些政客拥有大片农田，也控制合作社的贷款、运输、销售。他们需要廉价、听话的劳工，而割子宫的女人恰好是最理想的劳工，身体被修剪过，能连续干活，不会因月经缺勤，也不敢反抗。当有媒体曝光无子宫村的现象后，地方政府宣布要调查，几家无证诊所被查封，一些医生被短暂拘留。可几个月后，他们又重新开业，诊所换了名字，广告换了颜色，病人还是那些人，调查成了公关，制度依旧如旧。有记者试图采访当地卫生部门，负责人只说那是自愿的医疗行为。自愿，这是整个系统最精妙的遮羞布。在经济压迫下，选择早已失去意义。当一个女人必须靠身体养活家人，她所谓的同意其实是被逼的。这些年，国际人权组织曾多次要求印度政府立法禁止强迫子宫切除，但法律之外，权力关系依然坚固。医生赚手术的钱，原主赚劳工的钱，糖厂赚出口的钱，整个体系从女人的身体中榨取利润，却从不为他们留下一分保障。乔尔常说，医生和老板是一伙的。他说的没错，他们一个拿刀，一个拿账本，一个控制他的身体，一个控制他的债，而他能做的只是继续低头干活。这就是身体的生意，他不需要广告，不需要推销，也不需要强迫。只要贫穷还在，只要甘蔗还需要被砍，这场生意就永远不会停。在马哈拉施特拉邦，贫穷并非看上去那么简单，而是一层层结构叠加的结果。最底层是土地，土地贫瘠、干旱、裂开，靠天吃饭。再往上是债务，几乎每个家庭都欠着钱。而最上层是命运，那些穷人无法改变的宿命。彼得县的气候一年比一年干燥，夏天热得惊人，气温常常超过40度，雨季越来越短。
过去还能种豆类或小麦，如今只有甘蔗能带来一点收入。可甘蔗极度耗水，1亩地要用掉上千吨水。为了灌溉，农民打井、借钱、买抽水机，负债越滚越多，债务让他们无法停下，也没有余地考虑别的作物。每年收割季，甘蔗厂提前放贷给园主，园主再转给劳工当预付款，形成了一套封闭的借贷循环。劳工从签下合同的那一刻起就被困在链条里。预付款看似救命，但那不是工资，是债。甘蔗季结束后，他们要用劳力偿还。如果因为生病、怀孕或月经请假，就会被扣款。干不满6个月，欠的债要翻倍。于是他们只能咬牙坚持，一次又一次地拿身体抵债。气候带来的贫困是连锁反应，干旱让男人外出打工，女人留在田里顶替。很多家庭的劳动力结构彻底倒置，女人成了主要养家的人。可在这个过程中，他们的地位并没有提高，他们依然要听命于园主、医生和债主。他们的劳动不被计入正式统计，也没有社会保障。他们是季节工，不是工人。这2个词的差别决定了他们在法律上几乎没有任何权利。随着气候的恶化，迁徙的范围越来越大，女人们背井离乡，从一个地区到另一个地区，带着孩子、锅碗、睡垫，走上几百公里。途中有人生病，有人死亡，没人会去登记他们的名字，他们的身份在路上被抹去，只剩下劳力。那些被切除子宫的女人依旧在迁徙，她们不再流血，却依然疼。印度的气候报告显示，过去20年马哈拉施特拉邦的干旱频率增加了 40%， 降雨不稳定，地下水位下降。可在政策层面，政府依旧鼓励甘蔗种植，因为它能带来税收与出口收益。气候与经济在这里形成了一个残酷的悖论：土地越贫瘠，种甘蔗越多，种的越多，水越少，债越深。在彼得县的瓦尔瓦蒂村，有些东西开始悄悄不同了。52岁的乌莎是村里为数不多的识字女人，她原本是卫生员，负责给村民量血压、登记生育记录。她早早发现村里有太多女人在20几岁就切除了子宫。她拿出旧笔记本，开始默默记录名字。2年下来，记了87个人。她用颤抖的字写下他们的年龄、诊所的名字和手术日期。有人劝她别惹麻烦，医生和园主是一伙的，但乌莎还是写了下来。后来有人匿名举报了几家黑诊所，卫生部门派人来查，但没几天就走了。那几家诊所关门没多久，又换了招牌继续开。乌莎被警告说她破坏地方稳定，还被丈夫打过一次，可她没停手，只是变得更小心，把笔记藏在灶台后面。可觉醒并没有让生活立刻变好，黑诊所还在营业，债务还在滚动，新的季节还在开始。可女人们学会了说不，她们拒绝被推去手术室，也拒绝再去那几家出名的诊所。乌莎告诉年轻女孩，你流血没关系，休息1天也没关系，别信他们。有的女孩开始在村里卖茶、织布、照顾老人，挣的钱少，但不用再看园主脸色。马邦生产了印度全国1/3以上的糖，部分还出口到孟加拉国、斯里兰卡、中东和非洲。糖业是印度最赚钱的农业产业之一，也是政治人物和财团的财富来源。糖厂、运输公司、合作社和地方政党之间有着复杂的利益关系。许多糖厂的董事会成员同时也是议员或党内干部，他们通过政策补贴、贷款和土地分配掌控整个生产链。在这样的体系中，农民和劳工是最末端的群体，他们没有定价权，也无法决定种植方式。糖厂制定收购价，园主按产量分成，中介抽成，最后剩下的才落到工人手里。甘蔗的市场价格波动直接决定他们的生活，糖价涨，利润被中间商拿走；糖价跌，工人被迫降薪。对他们来说，没有哪一年是好年。在全球供应链的逻辑里，代价总是最底层的人承担。资本不需要暴力，它靠结构运转。
甘着女的子宫不是被谁夺走的，而是在一次次交易、一次次账目计算中被消耗掉的。当利润被分配，股价上涨，出口报表亮眼时，血汗与疼痛早已被掩埋。马哈拉施特拉邦的制糖业每年创造数十亿美元的收益，糖的价格被国际市场决定，而劳工的命运则被忽视。所谓的发展与增长，是建立在无数无声的身体之上的。对资本而言，血可以被洗净，糖依旧是白的。甜与苦在这片土地上从未真正分开。糖厂的烟雾像云一样升起，白色的晶体在工厂里闪光，那是财富的象征。而田地里，女人的汗与血落在土里，没人看见，它们是这场繁荣的代价，却不属于繁荣。长视频制作不易，欢迎点赞、收藏、转发，我们下一个视频更精彩。